诡异入侵蓝星，我的6个哥哥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可我身为人类最强战力，却自废武功，选择躲在道观内苟且偷生。所有人都认为我是贪生怕死的废物，但只有我自己清楚，武道强者对诡异的伤害极为有限，唯有修行道门术法，才可将其镇压灭除。只因在诡异降临蓝星的那一天，我觉醒了万法道君签道系统，只要在道观签到满3年，即可成就道门天师之位。而今天正是我潜修3年，准备接受天道灌顶的时候。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尔等诡异，给本天师通通伏诛。下一刻，一道氤氲着9彩霞光的亮息浮现，万丈霞光于9天之上落下，灌入我的体内。一瞬间，原本的凡胎凡体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开始被洗涤净化，我的体质和修为一路飙升，从真气入门，炼气筑基，一路飙至道门至尊天师。同时，无数神妙道法也涌入了脑海，从地煞72变到天罡36变，再到剑法神通、掌法神通、雷法神通，通通大成，真至圆满境界。紧接着，无数清气缭绕，化为道道金色纹路，烙印于我的瞳孔中，化为火眼金睛。这就是力量的感觉吗？我捏了捏拳头，周围空气居然隐隐发生了扭曲，感觉自己一拳下去能轰碎整个昆仑。与此同时，此刻的叶家祖宅之中，家主叶擎苍端坐于大堂之中，脸色平静中带着死寂，通红的双目明显是刚刚哭过。他静默不语地看着大堂正中央放置的8具棺木。叶家这一代的青年才俊，全部都为国捐躯，战死在诡异降临后的战场上。在叶擎苍的身侧后方，还站着一位梨花带雨的少女。9哥也死了，现在族内同辈只剩我一个了。爷爷，7哥什么时候回来？她叫叶青云，年仅17，是叶家这一代最小的独女。叶擎苍闻言，原本死寂的面色也露出了3分恨铁不成钢的神色。那个孽子3年前不听任何人劝说，非要去什么道观隐修，荒废自己的武道修为，谁知道他怎么想的？爱回不回，老夫没他这个孙子。说罢这些气话，首座的老者又叹息了一声，也或许凡儿的选择是正确的。如今他的8个兄弟皆在诡异战场上阵亡，我们叶家也马上要没落了。如果他走了武道，估计如今也不会幸免，而活着算是为我叶家保留了一丝火种。叶青云闻言，知道爷爷心中对于我当年逆反家族的决定早就释怀了，于是等了一会，他柔声试探道：“那爷爷，要不我去找7哥回来？毕竟如今的叶家这一代也只剩下7哥一个男丁了。”叶擎苍抬起头，看着满院飞舞的白灵，愣了会神，方才点点头：“那也好，云儿，我记得小时候反而最喜欢带着你玩耍，如果是你去的话，说不定能劝他回心转意。”如今诡异战场的局势愈发严峻，国家高层已经召集叶家老一辈出山镇鬼，以后叶家的未来也只能靠他了。叶青云用力点点头，神情坚定地走出叶家，很快就驾车来到了昆仑山山脚下。只是刚下车就愣住了，只见那天穹之上，无数流淌神异光华的琼浆玉液，倾盆洒落的场景实在是太过于震撼，让他一瞬间失了神，呆立在原地。这异象降落的位置，好像就是这座山的山顶。据我搜到的消息，小凡哥哥好像就在这座山上的道观中潜修。叶青云深吸一口气，快步来到道观，远远便看到我的身影。小凡哥哥，真的是你！叶青云惊喜地喊了一声，便朝着我飞奔而来。见状，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小云儿，怎么想到来找我了？一阵高兴之后，叶青云的目光便倏然哀伤起来。小凡哥哥，这次其实我是来劝你下山的。就在3天前，9哥哥也战死在荧惑鬼域了。如今的叶家已经只剩下我一个晚辈了。叶青云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后，他又有些紧张地抬起头。小凡哥，我不是来逼你的，我知道你喜欢静修，不喜欢被打扰，但是如今的叶家男丁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如果实在不行，我答应你。还没等叶青云说完，我淡然出尘的声音就将他打断了。叶青云的眼神顿时变得无比惊讶，他望着我有些怔怔道：“七哥，你终于肯下山了。”我淡然望了一眼身侧的道观，心中思绪交加。如今的我在这里多待无益，我独自在这里的3年间风餐露宿，吃不好睡不好，要不是每天都得签到打卡，早就待不住了。现在3年之期已到，我叶凡已是真正无敌于人间，什么诡异通通都要在本天尊面前付诸。另外一边的叶家大堂中，此刻聚满了人，但却无人敢说任何一句话。叶擎苍居首位而坐，大堂正中央站着是一位妆容冷艳的少女，少女名叫苏嫣然，乃京城另一大世家苏家的嫡女，同时也是我的未婚妻。但今日的苏嫣然并非一人而来，在她的身侧还站着一个身材高大英武的青年，样貌亦是不俗，冷淡的脸庞上隐隐浮现出傲气。青年名叫蒋奇虎，是京城蒋家这一辈武道修为最高的一人，也是世家中公认的武道天才。而在蒋奇虎的身旁，还站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身形不动如山，便自有一股威压散发开来。老者名叫蒋月，乃蒋家老祖之一，武道修为据说已经达到化境之极，差一步便可迈入神境。如今叶家年轻一代纷纷陨落，与我还有婚约在身的苏嫣然，
带着蒋奇虎来到叶家的目的不言自明。只见苏嫣然十分自然地挽上了身旁青年的手臂，施然朝着叶擎苍行了一礼，道：“苏家。”苏嫣然见过叶伯伯。叶擎苍睁开眼，不带任何表情地嗯了一声，端起身旁的龙井抿了一口，明知故问道：“嫣然，今天来叶家所为何事？”嫣然此番前来自然是来退婚的。苏嫣然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丝毫不惧，双眸无比平静地直视叶擎苍，继续道：“虽然苏家长辈与您曾结下婚约，但那婚约并未经过我同意，而且现在我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不适合再与叶凡有婚约在身。”还没等叶擎苍开口，一旁叶家端坐的几个长辈已经坐不住，直接愤怒地出言：“族中长辈结下的婚约需要你一个晚辈同意，再说退婚也应该你独自来退，还有婚约在身便带着男朋友，你是什么意思？故意辱我叶家吗？好一个苏家，好一个蒋家！在诡异大肆入侵无数城市，无数人民遭受迫害的时候，你们在哪？龟缩于家族中，拒不应战。只有我叶家的儿郎争先恐后的去和诡异战斗，保家卫国。如今他们刚刚陨落，你们却要来欺我叶家后继无人吗？”一声声愤怒的喝骂从叶家老一辈人的口中发出，他们的目光纷纷朝着还摆放着叶家儿郎们的棺材处望去。第九子叶少龙的棺材亦放在大堂的一侧，头七还未过，如今却有人踏破家门来扰烈士英灵的安宁。听到叶家众人的咒骂，苏嫣然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显然被戳到了痛处，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还口。而在一旁的蒋奇虎却脸色如常，脊背挺得笔直，似乎丝毫没有任何被人戳脊梁骨的自觉。叶家各位长辈，奇虎今日之举是有些失礼了。我来这里并非为了欺辱叶家，而是给我家嫣然撑个脸面罢了。嫣然和我是自由恋爱，在大学就喜欢上了彼此。再说现在的社会已经很开放，家族婚约不该成为束缚我和嫣然在一起的阻碍。蒋奇虎拉紧了苏嫣然的玉手，将她往自己身旁靠了靠。面对一众愤怒无比的叶家长辈，丝毫不惧。如今叶家小一辈已经全军覆没，未来家族势必没落。他们两人在一起，正是背后苏蒋两大家族的意思。失去了天骄后代的叶家，如今在京城已经没有立足之地。这时坐在首位的叶擎苍终于睁开双眼，苍劲的声音冷然开口：“是不是觉得我叶家没了后辈天骄就好欺负了？”说罢，叶擎苍周身的强大武道气息猛然爆发开来，让整个大堂内气压暴增。曾经乃踏足神境的他，即便后来受了暗伤，实力也可以轻易碾压化境宗师。蒋奇虎被这突如其来的强大威压一震，立马后退了2步，眼神之中浮现警惕。然而这时他身旁的蒋月却突然上前一步，也是冷哼一声，紧接着便从身上爆发出丝毫不弱于叶擎苍的武道威压。两方气劲在空气中互相碾压，在交锋处，连地上的大理石都开始出现道道裂痕，但最终居然被蒋月稍占上风，化境大圆满。蒋月啊蒋月，没想到如今你也一只脚踏入神境了吗？呵呵，叶家主，如果不是你受过暗伤，老夫不是你的对手。高下已判两方宗师皆是收起了气机，大厅中的空气这才再次流通起来。可惜了，叶家九子除了那个还活着的叶凡之外，可是人人如龙啊！蒋月侧身背负双手，望向大堂一侧的八具棺木，眼神带着3分唏嘘和7分讽刺。只可惜越是天才，就越是锋芒毕露，往往不知收敛自己，做出某些不明智的行动，来白白葬送性命。闻言，周围一众叶家之人皆是对其敢怒不敢言。叶擎苍压下一腔怒火，收敛了浑身的武道威压，如同瞬间又苍老了10岁一般。蒋月，不用再说了，退婚我已经允了，不过这件事情是凡儿自己的事，还需要他自己来做主。闻言，苏嫣然面色一喜，连忙道：“叶伯伯应允就好。至于叶凡那边，我自会去说的，他不会不同意。只要叶家同意解除婚约，一个小小的叶凡算什么？就算砍了他的手指，也能把丫给按了。嫣然小姐，以后不要叫我伯伯了，叫我叶家主即可。”听着叶擎苍冷漠下来的声音，苏嫣然神情也是一暗，知道两家的关系已经彻底不可挽回。不过那又何妨？叶凡那家伙，以前他就不喜欢，上学的时候不过是个舔狗罢了，如今比起他身旁的蒋奇虎来说，更是一文不值。叶擎苍略显疲惫地挥了挥手，想要直接送客。蒋月退婚的事已了，你们走吧。叶老别急，其实我此番前来还有一事。蒋月这时却再次朝叶擎苍抱了抱手，脸上带着某种不言自明的晦暗。此番前来，我还想代表蒋苏两家问叶家一个问题：叶家真的还配待在京城吗？此话一出，顿时全场哗然，所有叶家族人此刻算是都听明白了。原来蒋苏两家真正的目的是要联合起来，将叶家逐出京城，然后共同吞并叶家的所有产业。叶家为了对抗诡异入侵，牺牲了一切，却换来一群虎狼环伺，迫不及待的要断其喉、食其肉。叶擎苍猛地从座椅上站起，苍老虎目圆瞪，伸出手颤抖地指着蒋月，气得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然而正在这时，大堂外却传来了一道清脆的女声：“爷爷，我把小凡哥哥带回来了。”我和叶青云的出现，
让原本正要继续对峙的众人都是一愣，旋即两方的表情都是变了变。叶家这边的长辈们有不少皱起了眉头，带着某种认命般的无奈，叹息着摇了摇头。而蒋越几人的表情则是无比精彩起来，尤其是苏嫣然看见我的那一刹，便眼神一亮，心中暗道：没想到这个据说隐居在道观的废物，居然这时候回来了。这下也好，至少不用本小姐亲自去找他了，直接把婚约甩他脸上，让他签字画押就行了。而一旁的蒋奇虎更是哼了一声，嘴角若有若无浮现出一丝冷笑。这个废物叶凡回来的可真是时候，早不回，晚不回。偏偏在叶家被逼着上门退婚，逐出京城的时候回，啧，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曾经风光无两的京城第一门楣，如今也要家破人亡了吗？蒋奇虎心中感叹了一句，脸上的表情却不见任何变化，只等着看接下来的好戏。苏嫣然已经忍不住叫了起来：叶凡，果然是你！3年不见，你终于肯回叶家了。不过你回来的还真不是时候，我此番前来是来叶家退婚的。刚刚叶家主已经应允，所以你还是先把我们俩之间的退婚书签字画押了吧。说完，苏嫣然已经从袖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婚约，凌空朝着堂门前扔去。见到这一幕，一旁的蒋奇虎和蒋越心中都冷笑了一声，眼神中带着居高临下的讽刺，看着我接下来的动作。这个叶家的废物，估计马上就会弯下腰去捡落在地上的婚约吧。而在我身旁的叶青云，此刻也看明白了大堂中的场景。这个苏嫣然带着蒋家的人来到叶家退婚，就是想要来羞辱叶家，羞辱小凡哥哥的。顿时他心中一阵懊悔，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把小凡哥哥带回来了？他这是亲手将我送入了修罗场啊！小凡哥，要不我们……叶青云有些焦急地望向身旁的我，然而发现我的脸色居然无比平静。云妹别怕，我不会有事。叶青云还未说完，但见我对他投来了一个温柔的笑容，霎时间让他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一般。下一刻，只见我无比淡漠的目光根本就没有在那道婚约上停留一秒，在婚约刚落地时，便一脚闯入万籁俱寂的堂门，从那张还带着苏嫣然体热的纸上踩了过去，甚至在上面留下了一个脏兮兮的脚印。这未曾料想到的一幕，令堂内的众人皆是愕然无比。这叶凡居然直接一脚踩过了那张他以前当作宝贝式的婚约，并且连看都不带看一眼的，这怎么可能？要知道，叶凡他在去道观隐居之前，不仅是个废物，还是个究极舔狗啊！此刻苏嫣然精致的面孔上充满了愕然，身子更是僵硬在了原地。他刚刚都想好了，等到对方抱着自己大腿哭着求他不要的时候，他一定要略带厌恶的轻哼一声，然后一脚把这个舔狗踹得远远的。然而我那随意的一脚踩碎了他所有的幻想，这让苏嫣然惊愕过后，旋即涌上的便是浓浓的惊怒。叶凡，你怎么敢的？苏嫣然指着我尖叫道。然而我却是像是什么都没听到，根本无视了他，直接从几人身侧如风般掠过，来到了叶擎苍面前，然后拱手一拜：爷爷，小凡回来了。叶擎苍看着面前处变不惊的我，眼神深处也有几分惊讶，旋即溢满了欣慰。不错，看来凡儿如今确实是长大了，没让叶家继续丢脸。虽然蒋苏两家上门逼婚，甚至要把叶家逐出京城，然而有孙子这种处变不惊的态度，他们叶家就算要退场，也能稍微体面一些。凡儿，看来你如今终于想通了，肯下山回家就是一桩好事，爷爷很欣慰。叶擎苍微微点头，原本溢满胸腔的怒意也被抚平了些许。如今苏家前来退婚，老夫也已经应允，似乎是怕我心有不甘，毕竟以前我对苏嫣然的态度众所周知，于是又出言规劝道：凡儿，婚约之事，我知道你以前都极为在意，但还没等他说完，我便直接打断道：爷爷，那种小事现在不提也罢，不过是一份婚约和区区几个喽啰罢了。孙儿等会儿自会收拾。孙儿此番千里迢迢赶回，是听说了九弟的事，如果早一点的话，现在或许还来得及。我这一番话，让在场所有人听了个清清楚楚，顿时整个大堂中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这叶凡居然当着蒋家老祖的面说他们是区区喽啰，这狂妄的口气，是不是在道观修疯魔了？叶家众人皆是满脸震撼。虽然我这话很装逼，也让他们很爽，但是这不是给叶家火上浇油吗？果然，听到我的话声，一旁的蒋奇虎等人脸色顿时无比难看起来。好一个狂言鼠辈，真是找死！蒋家老祖蒋越也是直接冷哼了一声，声音如同寒冰彻骨。区区一个叶家的小辈，居然敢骂他一位化境大圆满的强者是喽啰，真当叶家如今还有人保得住你吗？下一瞬，蒋越直接伸手虚空一抓，一股霸道无比的气劲从他身上爆发而出，凌空朝着我的后背袭来。这一爪要是抓实了，非得在我的背后抓出5道深可入骨的血印来不可。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明明我身上并无任何武道强者的气息，但是在那股灵力起劲接近我背后之时，却是直接消失了。随后我微微侧身，一道无悲无喜的目光随意看了他一眼，在深邃的瞳孔中，金色神芒一闪而过。下一刻，一道无形的冲撞隔着虚空入侵蒋越脑海，让他只感觉自己的识海如同遭受雷击一般，而后双目飙血惨叫出声。我弟识海，我踏足神境刚要构筑的识海，
居然碎了。化境宗师想要进入神境，便必须在脑海构筑识海，方可拥有那玄之又玄的神识念力。然而蒋月还没来得及构筑完整的识海，如今却被我一道眼神直接击碎，从此神境之路彻底断绝，而且自身境界也直接从化境圆满一路跌落至下品，此生不可能再有所寸进。这位喽啰，请你安静一点，我现在不想处理你，你先好好在一边待着，听懂了吗？我居高临下的看了一眼正跪在地上抱头惨叫的蒋月，随后淡漠说了一句，便再度扭过了头，似乎刚刚发生的一切与我无关似的。然而大堂中所有人却已经被这一幕直接惊得掉了下巴。什么鬼？这蒋月怎么突然就抱着脑袋跪下了？听他的惨叫，居然是识海被击碎了。可是识海之间的对战，不是只有神境强者才能做到吗？难不成？这时所有人望向我的目光再次变得古怪起来，古怪之中又暗含某种深深的难以置信。拜托，他可是那个废物叶凡啊，在道观荒废了3年武道修行的叶家笑话，他怎么可能神境宗师啊？这是什么国际玩笑？就算天才如叶长龙，也不可能在20岁就达到神境。然而事实就摆在眼前，居于首位而坐的叶擎苍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震得有点没反应过来。刚刚还和自己对峙的平分秋色的蒋月，如今居然被自己这个孙子直接一眼击碎了识海。他是曾经到达过神境的强者，知道识海到底对于神境意味着什么，也同样知道就算是相同境界的神境强者，想要击碎对方的识海到底是有多么困难。然而自己的这个孙子居然只用了一眼，他如今到底达到了什么境界？可这到底又怎么可能呢？难不成在他背后其实是有至强高人在守护着，或者使用了什么特殊的手段？爷爷，九弟的棺材是哪一副？我需要一棺，然后算一算九弟的魂魄是否尚存于世。正当叶擎苍脑海中涌现出诸多念头之时，我的声音却再度响起。叶擎苍这时也回过神来，下意识的道：是最右边那一副。闻言我点点头，然后走到了叶少龙的尸体旁，直接挥手掀开了棺木。棺木中，叶少龙年轻却一片乌紫的面孔露了出来，整个人都泛着褶皱，仿佛一具干尸。见到九弟的惨状，我轻轻叹了一声，喃喃道：小龙，你受苦了，是七哥回来晚了。而后我右手拇指飞快的掐算，通过叶少龙的尸身，开始施展道门绝学，紫微天算之术。我要算一算叶少龙的魂魄是否尚在人间，如果还在，又被哪个诡异所把持着。仅仅3息，我便睁开双眼，轻轻松了口气。还好，叶少龙的魂魄还未消散，虽然正在忍受痛苦，但是仍旧存在。只要魂魄尚在，凭借现在我道门天尊的手段，完全可以将他复活。于是我再度朝着叶擎苍依了一下，道：爷爷，麻烦照看好九弟的肉身，小凡去就回。1炷香之内，我会带回九弟的魂魄。说罢，我径直转身朝着堂外走去。这一次我如此急匆匆地赶回来，就是为了救回九弟。自记忆融合之后，我对于这个向来尊敬自己的九弟很是亲切。至于那啥苏嫣然，退婚就退吧，反正当初舔你的也不是我。但倘若你要上门打我的脸，那本天尊就抽的你妈都不认识。此刻洛城外10公里，鬼火滔天，燃烧在一座由尸体堆积而成的肉山上，朝着洛城的方向行进。报告，央城级诡异荧惑已经接近洛城10公里范围内，请城内居民尽快撤离。在那座巨型肉山的远处，有数架直升机正在盘旋，上面的国安部人员正密切拍摄着这只名为荧惑的央城级诡异的一举一动，并且汇报给总部。央城级乃是超越千年厉鬼的更强大诡异，鬼如其名，一只足以覆灭一座城市，而这只荧惑便刚刚屠戮了一整座城市的无辜人类，将其化为肉山，正朝着附近的另一座城市侵袭而来，无法阻挡，因为阻挡荧惑的武道强者都已经死了，或者不是死了，而是化为了荧惑的一部分。譬如几天前战死于荧惑鬼域之中的叶家天骄叶少龙，而且这只荧惑鬼还在通过不断吞噬尸体和魂魄来变强，再过不久，其强大恐怖程度将无可想象，或许将是龙下倾覆之灾。在直升机上的国安部人员看着荧惑鬼以无可阻挡之势朝着洛城前进，脸色都如同死灰一般，带着完全的绝望。另一边，洛城的无数无辜居民还在撤离，可是一城之人撤离起来又何其麻烦，而荧惑鬼最多10分钟就能到达洛城之中，继续吞噬肉体和魂魄来变强。想到又要有无数无辜之人惨死，他们内心都充满了不甘与绝望。然而正在这时，一道金色流星突然从远天划过，离这里越来越近。这时所有人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流星，而是一个浑身缭绕着金色雷光的人类，御空而行。这是一位神境强者。看到我的身影从雷光之中浮现，所有国安部监测人员都瞪大了眼睛，一脸的难以置信。那少年看起来也不过20来岁的年纪，穿着一身无比朴素的道衣，背负双手，就那么轻松立于虚空之上，朝着荧惑鬼展开的鬼域之中一步步踏去。淡然出尘的俊逸面容上居然看不到一点惧意，闲庭漫步，直接迈入了直升机根本不敢靠近的鬼火灼烧的范围之内。我的天啊，赶紧把这一幕拍下来，同步传输到总部。居然有未知的神境强者对央城级诡异出手了。直升机上的国安部人员一个个激动无比，眼神中都出现了一丝希望之光。另外一边，国安部总办公室一位身着军装的老者面前也在播放着这幅画面。当看到有神境出手，
准备和荧惑鬼交战时，老者腾的一下从凳子上站了起来。作为国安部部长，他正为荧惑鬼入侵洛城而焦头烂额。自从叶少龙战死后，他联系了好几个武道世家，没有一个愿意派人出手，别说神境了，就算宗师都不愿意来。而这时一通电话也通过内线接入了他的办公室。老者拿起听筒，是老叶啊，令孙的事还请节哀。这个时候打过来，是有什么急事吗？你要国安部在荧惑鬼周围拍摄的实时画面传输，当然可以，但是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什么？你说刚刚去迎战荧惑鬼的也是你孙子？另外一边的洛城外，我一脚踏入笼罩在巨大肉山周围的荧惑鬼域中，顿时无数带着恶意的神念扑面而来，想要疯狂入侵我的神识，污染我的思维。然而很可惜，他面前的并非一位神境武者，而是一位正儿八经的道门天尊。对于我那几乎能够容纳洞天世界的识海来说，这一点小小的怨念，就像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根本翻不起任何波浪。下一瞬，我颇为随意的挥挥手，将自己周身时刻隐藏道家天尊气息的臂掌打开了那么一丝，刹那间，一股无形无色却带着大恐怖的气息从中溢散了一点，迅速朝四周扩散。而周围的荧惑鬼域在感受到这种气息的瞬间，居然凝固住了，所有冤魂也仿佛顷刻间被堵住了嘴。那种窒息般的恐怖道门仙气，让整座肉山都开始轻微颤动起来，随后颤抖的幅度越来越大。原本肆意朝周围扩张的荧惑鬼域也急剧的开始收缩，然后这座肥大无比的巨型肉山扭头就朝着反方向撒丫子开跑，那速度仿佛就跟身后追着一个大债主似的。那种无比恐怖的气息，不会错，是能瞬间杀死他的天敌的气息。试试？不敢不敢，绝对不敢，试试就要试试啊！另外一边观看实时画面的叶家内，如果现在有什么人最希望我能死在荧惑鬼的手上，那非蒋其虎莫属。如果我这次和叶少龙一样死于荧惑鬼域中，那么他就还有翻盘的希望。蒋家虽然损失了一位化境巅峰，但仍旧有一尊化境宗师坐镇，甚至还有一位隐世不出多年的神境老祖。所以只要我死了，那么叶家还是不如他们蒋家有实力，叶家也就不敢拿自己怎么样。一念至此，他心中暗道：叶凡去死，求你去死啊！荧惑赶紧出手啊！杀了这个人类，你不是最喜欢屠杀人类天才吗？然而下一刻，他的眼神便猛地瞪大，充满了不可置信。并不是我遭受了什么重创，而是那头荧惑鬼居然特么的逃了。搞什么飞机啊？你可是央城级诡异啊，能屠戮神境的存在啊，居然面对一个小小的叶凡撒腿逃了。与蒋其虎的表情一样，其他叶家众人此刻脸上同样是完全的难以置信。这难不成不是荧惑？否则怎么会跑得这么干脆啊？不会，荧惑鬼屠杀了阳城几十万人，那些尸体都还在他身上垒着呢，做不了架。那这也太戏剧了吧？难不成反而被天仙附体了？否则单凭神境的强度，不可能把荧惑吓成这样。或者反而或许不是神境，而是神境之上。突然有人说出这么一句话，让大堂内瞬间落针可闻。所有人看着大荧幕上的场景，都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如果真的有这种境界，那到底该是怎样的高度，又是怎样的恐怖？此刻我看着荧惑鬼撒腿狂奔的样子，挑了挑眉，觉得这货的样子着实滑稽可笑。哎，你别跑啊，我还要找你要2样东西呢。我轻轻冷哼了一声，右手平举，一道法印顷刻间结出，一道无形的臂障便直接挡在了巨大肉山的面前，将他逃窜的道路彻底阻断。肉山无路可逃，只能僵在了原地。看着不远处的我，浑身止不住的剧烈颤抖起来。荧惑鬼彻底怕了，我背负双手悬于虚空之上，面色淡然的朝着荧惑鬼靠近了过去。我一边虚空行走，一边轻启唇角，清朗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第一，我想要叶少龙，也就是前几天你吞吃的那个宗师人类的魂魄，给还是不给？荧惑鬼闻言，浑身颤抖的愈发厉害。肉山顶部的几十万头颅一齐疯狂点头，给当然给，只要不是命，天尊要什么都给，不敢不给啊！随后立马在自己体内那无比庞杂的魂魄之中寻找，终于他找到了那个还没被炼化、无比倔强的人类魂魄，他松了口气，幸好这个叶少龙的魂魄足够坚韧，一直没被他炼化，否则今天这尊杀神找上门来，还真没有可孝敬的，估计只能拿自己的命去抵了。尊上，叶少龙魂魄贡献给您。荧惑鬼带着谄媚的颤抖念头传来，随后一道人类幽魂便被他从肉山中分离了出来，小心翼翼地用自己的鬼域之火包裹着，朝我凌空递来。我招了招手，一道仙品真气凌空飞渡而去，随后袖口一收，便将真气连通9地的魂魄一同收入其中。求尊上放一条生路。看到交易完成，荧惑鬼似乎终于多了一丝求饶的底气，于是又一道鬼念传入了我的识海。看着9地魂魄的惨状，我心中早已冷如冰霜，望向荧惑鬼的目光暗藏一股杀气。不过看着对方求饶的样子，我还是嘴角讥诮的勾了勾，不是说了还有第2条要求，2条要求若都满足了，本尊自然会放了你。似乎看到了生存的希望，荧惑鬼的鬼念也多了一丝激动和兴奋。尊上请说。愿效犬马之劳。我声音冷酷如同冰霜，用神念道：第2，我要你偿还阳城80万百姓的无辜性命，还有他们的魂魄。如若还不来，今日天雷轰灭，永世不得超生。荧惑鬼一听，顿时抖如筛糠。尊上他们皆已被无炼化，既然还不来，就去死吧。说罢，我单手一掐指诀，只听晴朗天际，突然乌云密布，滚动着千万雷鸣之音，紫色电弧于云层中破晓，裹挟经天地之威能，化为一片笼罩方圆百里的天雷之雨，无穷无尽般朝着肉山劈落而下。在短短10息之间，将那
座庞大的肉山劈得灰飞烟灭，整个天地之间再度恢复了正常，仿佛刚刚那天雷灭世的场景从没发生过，唯有100里范围内任何植被不存的纵横沟壑，诉说着刚刚发生的一切并非想象。办公室里，军装老者的语气带着无法抑制的激动和颤抖，死死盯着屏幕。他怎么可能是叶擎苍的孙子？我不信，他已经超越了神武者能达到的极限，就像是那神话传说中才存在的道门仙神一般。可是那些不是神话吗？为什么这种威能会存在于一个少年身上？军装老者语气越来越激动，他必须再次确认我的真实身份，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将这超级强者笼络过来。于是他便打算亲自前往叶家确认我的身份。另外一边，我刚诛灭荧惑，系统的提示突然响起来，系统检测到宿主诛杀诡异，第2阶段任务开启，请宿主弘扬道门术法，重现道门辉煌，信仰值抽奖界面开启。我的神念快速将任务的详细内容浏览了一遍，简单来说就是只要诛杀更多更强的诡异，并且向人们弘扬道门术法威能，而且被观摩了，就会获取信仰值。诛杀的诡异越是强大，观摩道术的人越多，获取的信仰值就越多，而信仰值的用途则是可以用来在抽奖系统中进行抽奖，获得各种道家秘宝神器。此刻一串信仰值的增加从系统提示中传出，应该是刚刚诛杀荧惑的信仰值到账了。恭喜宿主，本次一共获取信仰值1699点，多少信仰值能抽一次奖？我用神念朝系统询问，随意信仰值都可抽奖，不过抽一次用的信仰值越多，奖池里的物品越好，抽到稀有奖励的概率越大。我点点头，那先抽一次吧，把这次的信仰值全用了。宿主使用1699信仰值进行抽奖，奖池自动切换到白银级。恭喜宿主，抽中培元丹100颗，养金丹100颗，聚气丹100颗，丹药已存放在系统空间，宿主随时可以提取。这些丹药我虽然用不上，不过以后引领9弟和云妹入道便有了用途。我沉吟了一下，又朝系统问道，如果想要抽出先天灵宝或者道门神器，需要什么样的奖池？回答宿主，先天灵宝或神器需要切换到至尊级奖池，每次抽取需要1亿信仰值。我看到系统给出的结果，眉毛都忍不住抖了2下，看来自己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要先赚他一个小目标了。摇了摇头，暂时将念头驱逐出脑海，现在还是先回到叶家，将9弟的魂魄归位吧。很快我便回到了叶家，目不斜视地朝大堂中走去。见我强势归来，一旁呆呆站着的苏嫣然猛然反应过来，虽然自己是来退婚的，但退婚书不是一脚被他踩了吗？这是不是说明他其实还喜欢着自己，根本不想退婚？他心里还有我。苏嫣然想到这里，越想越激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不要露怯，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洗白自己。叶凡哥哥，对不起，嫣然刚刚失礼了，但其实我心中一直都有凡哥哥的位置，一直都喜欢你的呀。阿凡，你知道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你，但是家族非逼我和蒋家联姻，这退婚之举根本不是我的意思，而是蒋家逼我的。还有蒋七虎这个混蛋。苏嫣然从大堂的角落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眼角抹泪，装出一副委屈兮兮的样子，似乎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并非自己所愿。而另一旁正瘫坐在地上的蒋七虎，听到这个不要碧莲的贱婢开始朝自己身上泼脏水，试图和自己撇清关系，顿时气得想吐血。苏嫣然，你不要脸！蒋七虎，你闭嘴！阿凡才是我真正的未婚夫，是我名义上的夫君，你算个什么狗东西？等我和阿凡结婚，就踏烂你们蒋家的门，让你们知道强迫我背叛阿凡的下场。凡哥哥，就饶我这一次吧，嫣然以后再也不敢了，求求哥哥了，以后你给我带的爱心早饭我再也不扔垃圾桶了，一定一口气吃光光。苏嫣然一边斥骂蒋七虎，欲图跟蒋家彻底撇清关系，一边朝我露出可怜兮兮的表情，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女生一样。她知道以前我最吃这一套，每次她一露出这样的表情，就算是再大的委屈，我都能忍到肚子里，继续不停地当她的舔狗。一旁的叶青云看着苏嫣然那一副恶心的表情，都要气得爆炸了，一口一个凡哥哥，那是你能喊的称呼吗？他真的想把这贱婢的嘴给封上？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绿茶呀？叶青云看向苏嫣然的目光中带着浓浓的厌恶，又不免有些担心地望向了我。小凡哥哥，该不会真的被他这副模样弄软了心，原谅这个出生的东西吧？然而他却万万没想到，我对于苏嫣然的解释根本头都没转，只是轻轻皱了皱眉，然后凌空扇了一下，啪的一声，空气中传来一声响亮的肉音。下一刻，只见苏嫣然整个娇躯飞了出去，直接砸在了大堂旁边的木柱子上，而她花容失色的右脸上，一个鲜红滴血的巴掌印清晰地浮现出来。本尊说了，让你在一旁等着，一会儿处置，听不懂人话吗？偏要凑上来找打。另外，谁是你未婚夫？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这女人，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我说完，轻轻翻了个白眼，就朝着9弟的棺材处走去。而地上捂着半边肿猪脸的苏嫣然，则是完全被这凌空一巴掌扇懵逼了。他居然扇我，那个曾经对自己百依百顺，做他的备胎也没有丝毫怨言的究极大舔狗，现在居然连走近自己都不屑，直接凌空一巴掌把他扇飞了。他真的是叶凡吗？不可能，这不可能！此刻无穷无尽的浓浓耻辱填满了苏嫣然的内心。身为苏家嫡女的她，从小就是众人捧在手上的明珠，含在嘴里都怕化了，哪里曾受过这样的委屈？然而今天，我直接当着所有人面第
一巴掌，彻底打碎了他所有的骄傲。从今以后，他算是再也无法抬起头来做人了。叶青云看着这一幕，一双桃花眸中则是浮现出惊喜，讶然无比。他本以为我如今能看清这女人的本质就不错了，没想到居然这么不留情面，直接扇飞，简直太解气了。看来小凡哥哥终于懂得什么是好女孩，什么是坏女孩了。想到这里，他清丽无双的俏颜刹那却飞过一抹红晕。凡儿啊，你真的能将少龙的魂魄重新回归他的躯体吗？这时看到我已经打开棺木，掀起叶少龙身上的白布，一旁的叶擎苍轻轻咳嗽了一声，语气竟带着些谦卑：“爷爷，你放心好了。”说完，我再次将视线转到叶少龙身上，扒开他的口腔，塞入一颗培元丹。下一刻，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叶少龙原本干涸僵硬的肉体竟开始渐渐膨胀，四肢躯干皆是生出肌肉。不到10息时间，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叶少龙的肉身已经彻底恢复正常，与活着的时候一般无二。我救活了9弟的肉体之后，便收起那一丝真气，然后袖口一甩，裹着叶少龙魂魄的仙道真气便浮于他的肉身上空。与此同时，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清凉气息瞬间充斥了整个大堂，让所有人都感觉一阵清爽。那清气仅仅是被仙道真气沾染过的空气罢了，但众人仅仅是多吸上几口，就感觉自己的武道修为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甚至连叶擎苍在呼吸了几口身边的清气之后，居然感觉自己体内的陈年旧伤有愈合复苏的迹象。作为曾经迈入神境的他，方才能够察觉到自己周围的空气似乎产生了某种质变，而这种质变产生的原因，不过是我刚刚一甩袖口抛出来的那股隐隐散发恐怖的气道中溢散出来的微不足道的一缕罢了。随后我施展一道法诀，打开叶少龙身上承载魂魄的9大窍穴，另一手朝下示意，悬浮于身躯上方的仙道真气便裹着叶少龙魂魄朝窍穴之中流去。下一刻，叶少龙发出了一声轻咳。看到这堪称奇迹的一幕，让早就翘首以盼的叶少龙父母哪里还按捺得住，立马从后方挤了出来，跑到近前。只见两人围在叶少龙的棺材旁，伸手抚摸着自己儿子的脸庞，脸上是浓浓的喜悦和激动。经过一阵休息，叶少龙也终于从生死之间彻底回过神来，恢复了些许精神。在父母的小心帮助下穿好了衣服，这个宗师境界的19岁的少年终于勉强从棺材中走了出来，望向自己这个3年未谋面的族兄：“七哥多谢了。”他支吾了半天，只说出这么一句：“这枚丹药叫养精丹，现在你刚刚被我封住了3魂7魄，身体可能会不太听使唤，这几日不要进行剧烈运动。”我说着，不知从哪变出一颗青色的丹药，塞在了旁边少年的手中，把这颗丹药全部吸收了，估计也就好的差不多了。一旁的蒋奇虎见到我们兄弟俩温馨的一幕，似乎觉得这个时候的我变得和蔼多了，说不定现在求饶能让我饶了他一条性命。于是他立刻跪着上前，不住地磕头道：“叶武神大人，请武神大人放我和月老一条生路吧。从此我们蒋家愿意迁出京城，再也不敢踏足叶家一步。”如今他已经不敢直呼我的名字，而是用颤抖的声音称之为叶武神。不要叫我武神。放开身旁的叶少龙后，我脸色又恢复了淡然，也不知在对谁回答。以后叫我叶道玄，或者道玄天尊都可。道玄是我的道号，如今我已成就天尊果位，自然当得起这声道玄天尊。说完，我似乎感受到了什么，沈笑了一声，这才随意看向蒋奇虎：“你们蒋家恐怕你说的话不算了。”蒋奇虎连忙惶恐抬头：“怎么会不算？如果蒋家知道叶家有您这位……”他的话还未说完，叶家的大门便轰然一声倒塌。与此同时，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猛然喝来：“叶擎苍，你对老岳做了什么？将人交出来，不然今日踏平你叶家府！”话音未落，数十道残影便飞身而至，各自占据叶家一座墙头，将整个叶家彻底包围。下一刻，倒塌大门处的烟雾散去，2道浑身散发出逼人气劲的白发老者并排朝着里面走来。其中一位是蒋家家主蒋磊，而另一位的身份则是蒋家那位早已隐世数十年的蒋家老祖蒋承天，境界乃是神境。就在刚刚，蒋家祖祠之中蒋月的神识之火突然熄灭，立刻让蒋磊意识到叶家之行恐怕出了问题。于是他立刻去通知了那位已经闭关几年不出的蒋家老祖蒋承天，向他禀报此事。而蒋承天听闻蒋月神魂之火熄灭，顿时怒不可遏：“那叶家擎苍小儿怎敢毁我蒋家下一位神境宗师？”说罢便直接破关而出，率领蒋家所有武道高手，准备直接围了叶家，讨回一个公道。经过几年闭关，如今的蒋承天武道修为已经突破神境初期，进入中期，所以就算叶擎苍如今还保留着神境初期的实力，他也丝毫不惧。蒋月是他看好的族人，以后必然能成就神境，待他照看好整个家族。然而却在今天却遭到叶家毒手，被废了识海，也就等于彻底断绝了神境之路。叶擎苍，蒋月之痛，本武神今日让你拿命来偿！蒋承天声音一字一句回荡在整个叶家府上，王霸之气彻底拉满。而此刻叶家大堂里却传出一阵哄堂大笑之音，可笑这蒋家老祖居然找上门来送死了，哈哈哈！也不知道这老头在急什么，急着投胎呗。而跪在大厅中的蒋奇虎听到自家老祖那桀骜无比的叫嚣，两眼一翻，终于彻底昏死过去。他昏死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这次的蒋家彻底要完了。老祖，你这是要灭我蒋家全门啊！缩在角落早已万念俱灰的蒋月，在这时突然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咆哮：“老祖快走！”刚刚在大堂中，他早已听到这个叶家妖孽的通天手段，斩杀殃城极诡异，
复活叶少龙，自称道玄天尊。他不知道天尊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不过以对方那恐怖如斯的手段判断，绝对在神境宗师之上。而他们蒋家唯一的神境老祖，在我这个妖孽面前根本没有丝毫胜算。然而蒋约的咆哮声甚至还未传出大堂，周围的空气中便产生了一道无形壁障，将内外音域彻底隔绝。来者是客，你怎么能赶走自家老祖呢？我的声音淡漠中又带着一种促狭的打趣，淡淡看了蒋约一眼，然后随意挥了挥手，一阵轻微如昙花盛开般的声音。下一瞬，只见蒋约的整个身躯炸成了一片粉尘，彻底消散在空气中。另一边的苏嫣然看到这一幕，顿时吓傻了。她捂着自己红肿的半边脸颊，原本心中的怒意此刻全然被浓浓的恐惧替代，整个人都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不要杀我，我什么都愿意做。此时浑身散发出难闻味道的苏嫣然已经泪花了妆，状若疯狂的想要跪着去拽我的大腿。求求你阿凡，看在你以前把我当舔狗玩物，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份上，所以想让本尊今天饶你一命吗？我根本没让苏嫣然靠近，就又是一巴掌凌空扇了过去。啪的一声，再次凌空倒飞出去。苏嫣然这回两边脸算是对称了，彻底变成了猪头状。我现在不杀你，我只是淡然的望了他一眼，然后目光便朝着大堂外投了过去。此时两位身穿唐装不怒自威的老者已经穿过了叶家院落，迈着无比沉稳自信的步伐，释放出神境宗师的压迫威势，一路不疾不徐的来到了大堂门口。但是当他们来到叶家大堂门口的时候，突然觉得里面氛围好像有点不太对。只见在偌大的堂中聚满了叶家族人，一个个带着满面春风的笑容望向两人，似乎在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般。而在大堂首座上，叶擎苍就跟没事的人似的，老神在在的翘着二郎腿吹着茶叶，还怕湿了胡子似的，撅嘴在瓷杯边抿了一口。见到门口的两人，他居然还抬头打了声招呼：“是蒋家主啊，还有蒋老祖，你们来了。”蒋磊一头雾水，他觉得自己的脸色已经绷得很紧了，只要不瞎，一眼就能看出是来找事儿的。就算是读不出来脸色，至少你家大门刚被我们轰开了呀。现在整个叶家大院都被我们蒋家高手给围死了呀！你们已经插翅难逃了呀！为什么居然你们脸色都不带变一下的？这搞得咱家神境老祖会很没面子的好不好？想到这里，蒋磊有些担忧的朝身旁的老祖看了一眼，没想到蒋承天对于叶家的态度只是略微一愣，神色便恢复如常，旋即冷笑了一声：“好，叶家看来还算是有自知之明。”蒋磊闻言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叶擎苍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所以放弃挣扎了，专门等在这里引颈受辱。怪不得他们态度那么友好，估计是想要让老祖放过他们全家上下的性命吧。果然还是老祖慧眼如炬啊，一下子就看出了这叶老儿的打算，似乎是为了印证蒋磊的想法。一旁的蒋承天再次冷哼了一声：“叶擎苍，你就算使出这等伎俩，我也断不可能在今日饶你叶家上下性命。你毁了蒋约的识海，就是毁了他通往神境的路，毁了我蒋家未来的一尊神境老祖。此罪之下，就算屠你叶家满门，也不足以泄老夫的心头之恨。”蒋承天语气无比冷漠，根本没有给叶家上下留丝毫情面。今天他过来就是来赶人的，天王老子也拦不了。蒋磊听到身旁老祖的灭门宣言，也配合的冷笑一声，点了点头。这回他们的脸色总该布满惊恐了吧？然而当他再次回过头时，又愣住了。为啥他们还是一点都不怕？老祖都说了呀，今天一个不留，就算叶擎苍还有神境的实力，他们的脸色至少得变一变吧，至少得露出点惊慌恐惧之类的表情吧。为啥他们就是一脸笑呵呵的，而且那笑容怎么好像在看两个小丑？一旁的蒋家老祖对这群叶家人不应声也不说话，只是一脸看戏的模样，已经彻底怒了，放肆，简直找死！老者衣衫无风自动，神境宗师的威压完全释放了出来。当我刚才在说笑吗？现在便当着你叶擎苍的面灭你叶家满门！住手！蒋承天，你在干什么？就在这时，一声滚滚怒喝从叶家之外传了进来。一个身穿军装的老者带着两名气息不弱于宗师境界的军装中年人，几乎以音速闯入。蒋承天回过头，白眉一皱：“刘乾，不好好待在你的国安部，居然来管我蒋家的事！”在看清蒋承天面容之后，刘乾皱了皱眉：“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为何要在叶家闹事？”蒋承天冷笑了一声，嘲讽的目光先是朝叶擎苍望了一眼，然后才望向刘乾：“叶擎苍啊，叶擎苍，我说你怎么老神在在的样子？原来是请了国安部的刘乾来帮忙。”这时蒋承天苍老的脊梁突然一挺，周围的空气一下子朝外猛烈扩散，发出道道音爆。他的声音如狮虎一般昂首朝天道：“可惜，就算是国安部，在本尊面前也没有话语权。”一旁的蒋磊听到自家老祖这霸气外露的发言，顿时心中生出了无限的倾慕和自豪。这就是神境老祖的地位和实力。就算你是国安部又怎么样？你刘乾不过是一尊宗师，连化境都不到，而国安部麾下的那仅剩的2尊神境武者，全部被困在诡异战场，根本不可能回京。就算刘乾也调不动他们，更何况老祖如今已经突破至神境中期，在这京城已经是可以横着走的存在。就算当着你国安部的面屠了叶家，你又能怎样？难道还敢拿核弹来轰了京城不成？要知道，神境宗师的气劲已经可以抵御核弹部分威能，再加上神境武者的逃逸速度，就算核弹都不一定能杀得死。我就是吧，感觉有点可惜。刘乾见蒋承天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和叶家作对，只能低头叹息了一声。此时用不到蒋承天开口，蒋磊便扭头朝他冷笑道：“可惜，区区一个没了天骄的叶家，有什么好可惜的？
你应该早点来巴结我蒋家。而刘乾却知而不语，带着怜悯的神色望了蒋磊一眼。只是可惜了一尊龙下的神境强者要陨落了，就叶擎苍那水平也配称神境，早已经是过去式了。刘乾，我知道你和他向来交好，但今天过后，叶家便要从京城除名了，以后该看谁的脸色，你自己好好想清楚。蒋磊啊，我看你是有点搞不清状况。算了算了，反正指望你们蒋家去对抗诡异，也肯定是指望不上的。一尊无用的神境呢，损失了也就损失了。蒋磊听完刘乾的话，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蒋家确实不可能让老祖上诡异战场，老祖也没那么傻。但是这和叶擎苍要死有什么关系？不过看对方的立场，好像已经不打算保叶家了，这样也好，省去了一些麻烦。于是蒋磊这才再度扭头朝向自家老祖，眼神中带着浓浓的尊敬，拱手道：“老祖，现在您动手吧。”国安部已经不准备插手了，算他还有点自知之明。蒋承天在两人对话时，只是默然立在原地，释放自己的威势，就是为了逼刘乾低头。他要打破叶擎苍所有的底气，让他知道被他蒋家惦记上的人，就算国安部也不敢救。叶擎苍，你还有什么遗言要留？蒋承天淡然转身，裹挟着神境气势，欲图一脚跨入叶家大堂的门槛。然而就在下一刻，突然传来咔嚓一声，只见这尊神境老祖刚刚跨入门槛的一条腿，瞬间便被一道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无形刀刃斩断，直接飞了出去。叶擎苍放下茶杯，面色悠然地看向失去一条腿，正彻底呆滞在原地的蒋承天。我倒是没什么遗言，那你嘞？老夫还有几分薄面，可以让我家孙儿给你留1分钟时间。蒋磊望着从自己眼前飞出去的那道黑影，下意识地捉在了怀里。然而当他看清手上拿着的到底是何物时，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声顿时响彻：“老祖，你的腿！”蒋承天呆滞的目光缓缓下移，当他看到自己的大腿以唐门为界的那道清晰截面时，剧烈的痛感这才传来，让他痛哭出声。蒋承天一下窜出10米，惊恐的目光朝着叶家大堂中投射而去。是谁居然在瞬间便斩断了自己的大腿？难道是叶擎苍突破？怎么可能？他一尊神境中期的宗师，居然被毫无知觉地摘去了一条腿，对方又该是什么境界的强者？蒋承天靠着背后坍塌的墙砖，满脸的不可置信，表情中更是掺杂着浓浓的惊骇欲绝。他可是一尊神境宗，不是什么人人都能踩的小喽啰，更是整个龙夏已经站在战力金字塔尖的那一小撮人。但如今他的一条大腿，居然就在这么瞬息之间没了，这绝不可能是叶擎苍做到的。蒋承天的目光这时才终于朝着大堂中的其他人望了过去，他很快便锁定了一道身影。我穿着一袭道家素衣站立在中间，他目光再次一凝，发现叶少龙居然活了。蒋承天无法理解，今天他无法理解的事情太多了。正当兀自思索时，我朝着大堂外走来，仍旧站在大堂门口把守着的蒋磊，见一个叶家小辈居然目中无人般从自己身旁走来，立刻喝道大胆。只听砰的一声，下一秒蒋磊灰飞烟灭。蒋承天惊呆了，看着我周身似乎不存在任何武道契机的样子，他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儿子蒋磊再不济也是个化境宗师，而他居然没看到我有任何动作，他儿子便直接在他眼前化为了一捧粉尘。蒋承天内心又痛又惊，目眦欲裂般望着已然消散的蒋磊，那里已经空无一物了。下一刻，还没等他开始心痛，我又是飘然一脚踏过了叶家大堂的门槛，来到了外界，然后随意的打了一个响指，不断的响声传来，只见跟随蒋承天而来的所有蒋家高手，一个接一个炸成尸粉，3秒后彻底消散。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快到蒋承天甚至没有感应到任何武道气劲的变化，他都不知道我是在何时出手，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出手的。蒋承天彻底慌了，这时我带着满面春风，随意朝他走了过去。他想动，但是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任何指挥身体的能力，仿佛自己周围的时空凝滞了，连带着他的肉体一起陷入了永恒的静止。这怎么可能？这是一头怪物，甚至可能是一只潜入叶家化形而成的祸国级诡异。人类不可能这么强，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什么？蒋承天看着我离他越来越近，几乎目眦欲裂，鼓起自己平生最大的勇气嘶吼道。然而回应他的只是我灿然绽开的笑容。我当然是人类啊，不过不是普通的人类，而是那种修道有成的仙人。你可以叫我道玄天尊。说完我又悠然道，你还有遗言吗？看在爷爷的面子上，可以给你30秒的时间留个遗言。我说完打了个哈欠，又朝着刘乾望去。你们又是谁？来干嘛的？不会也是来找茬的吧？刘乾一听立马狠狠摇头，天尊大人，您别误会，我来自国安部，今天我们自然是来叶家帮忙的。刚刚看到蒋家高手瞬间全灭的场面，刘乾和他身后的2个军官几乎浑身冒了一层冷汗。这种神鬼一般的手段，让他们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危机，似乎只要站在这位道玄天尊的一定范围之内，就有被顺手灭杀的可能。问完话，我只是随意的点点头，转而又望向蒋承天，还没想好，快点啊，已经快没时间了。这一句话瞬间让蒋承天吓得亡魂皆冒。不要杀我，我愿意做您的奴仆，终身奉您为主，求您饶老奴一条性命，老奴家财万贯，您想要什么老奴都能给您弄来。说着蒋承天竟是直接用剩下的一条腿跪了下来，不断磕头求饶。这个曾经威严无双名震龙下的蒋家神境宗师，如今却像一条等死的老狗一般，在一个少年面前崩溃到不住磕头。
他的武道之心已经彻底溃散了，他根本没有任何还手的胆量。刘乾看到这一幕，内心唏嘘不已。堂堂一介神境，如今却像一个乞丐般不堪入目，恪守求饶，倒不如堂堂正正引颈受戮，倒也不失神境的尊严风度。不过旋即他又心中有些后怕，倘若要是自己惹到了这尊道玄天尊，估计下场和蒋承天也是一样的。以后若要与其打交道，一定要恭恭敬敬，甚至又甚了。我淡淡扫了一眼蒋承天疯狂磕头的样子，只是扭头朝着大堂中：“爷爷，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没有的话，这人我便斩了。”对方携蒋家高手围困叶家，如果今天自己不在的话，那就是叶家被灭满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今我灭蒋家满门，想必也没什么好说的，一报还一报罢了。而叶擎苍倒是一脸兴冲冲地从大堂中踱了出来，常年不见笑容的老脸上，如今却挂上了如沐春风的微笑，施施然来到蒋承天面前。我说蒋老祖啊，以前我还去拜访过你，那时的你可是高傲的很，威风的很啊，就算今天杀进我叶家时，也是一口一个灭门，真的吓得我呀，差点心脏病都犯了。不知如今的你为何却前倨后恭啊？比起你现在磕头不起的样子，我还是更喜欢当初狂傲不羁的你。蒋承天听着这个原本被自己踩了一辈子的家伙，如今这么讽刺自己，心头怒火熊熊燃烧。然而在对方身旁的那道遗世独立般的少年身影，却又让他感到无比绝望。所以哪怕现在再恨，他也只能咬碎牙齿吞进肚子，甚至还只能对着叶擎苍涕泪横流的求饶道：“叶家主，是老夫错了，是老夫狗眼看人低，您行好，让令孙高抬贵手，绕过贱奴一命吧。贱奴愿意种下武道血气，终其一生为叶家守门楣，绝无二心。”叶擎苍闻言，脸上笑容渐淡，冷笑了一声：“你还真想当一条看门狗啊？可惜我叶家的大门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看的。”说完，他的目光又转为和蔼，朝身旁的我望去。凡儿，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接下来这老匹夫就任你处置吧。他来蒋承天面前嘲讽一番，不过是为了一吐心中积压了几十年的憋闷之气罢了。如今有这么一个好孙子，真是令他神清气爽，精神焕发呀！真是老来装逼，心情爽啊！我闻言只是淡淡点头，嗯了一声，随后轻轻举起右手打了个响指，还没等蒋承天彻底喊出一个不字，他的身躯便在刹那间原地崩散，化为这世间最微小的灰尘。与此同时，10里之外的京城蒋家开始闹鬼般的发出一声声尖叫，所有蒋氏血脉的族人居然在此刻皆是一个个肉体崩碎，在其他人惊恐的目光中化作一捧散沙。正是我随意施加的一道血宗影杀术，只要汲取对方的一滴血液，就可以顺着血脉追踪其后代，将之全部抹杀。于是不到3秒的功夫，在蒋承天死后，他的所有后代无论在天涯海角，都瞬间以同样的死法不存于世，蒋家彻底灭族。看着蒋承天就那么随意的消散在空气中，站在不远处的刘乾还有些恍然如梦，在龙夏辉煌了上百年的门阀世家就这么消失了吗？真是世事无常啊！这时叶擎苍的目光也朝他转来，笑呵呵地说道：“老刘啊，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刘乾闻言立马放低姿态，说是要来见叶家的天尊大人，自是不敢耽误。虽然他和叶擎苍交好，但却怎么也不敢在我面前拖大。刘老前辈替龙夏守诡异之灾，怎么说也算长辈，不必和我那么客气。我虽然并不在乎俗礼，但也不是倨傲自负之辈，随意应了一句：“那就一叶小友的。”刘乾谦卑地回应了一句，遂改口叫小友。而叶擎苍此时心情不错，便上前拍了拍老友的肩膀，笑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知道老刘你工作忙，有什么事你就和小凡直说吧。”闻言，刘乾有些汗颜，不过既然对方都说了，那他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对着我。叶小友，其实今天来，我是专门来见你的。现在我龙夏的诡异入侵现状越来越严重，城市一座接一座被诡异占领，化为一片鬼域，而我们的力量太过于薄弱，所以今天前来，老夫是有个不情之请，请问叶小友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国安部，共抗诡异之灾？另外一边，青城的诡异战场已被无数恶鬼占据的城市中，某一座高楼之上，萧月虎手持长枪默然而立，他是镇压这一方鬼域的神境宗师，隶属国安部，如今已经在青城待了3个月了。他的右臂上一道道乌黑的诡异纹路构建出一个鬼面地图案，不断变换着形态，似妖似魔。没错，他已经被一只即将进化为阳城级诡异的强大厉鬼污染了。当那乌黑的纹路蔓延至他的心脏，就算是神境宗师也再也无法压制住诡异力量的爆发，将会彻底化作他的食粮。青城已经盘踞了2只阳城级诡异，我好不容易才让他们互相制衡，如今却要诞生出第3只，一旦让他们的制衡被打破，说不定就会联合起来入侵其他城市。这是天要往我龙下吗？萧月虎充斥着无限死寂的双目仰望苍穹，自从青城化作鬼域，便永远在飘飞着黑色的雨，那些黑色的雨水带着无尽腐蚀之意，甚至连普通人的灵魂都能够腐蚀。而这样的雨水，说不定在半个月之后，便会飘飞在龙下大部分的城市上空，将数千万人类化作腐尸和伥鬼。他闭上了双眼，准备走入黑域之中。他已经绝望了，拼尽全力，但却无法力挽狂澜。如果必须在死后变为另一尊鬼主的伥鬼，那他宁愿魂飞魄散，被腐蚀个干净。正当他放下手中长枪，做出行动时，国安
部内部的传输手机突然响起，一道视频信息发送了过来。萧月虎浓眉一皱，拿起手机打开视频观看，2分钟后，眼神猛地瞪大。卧槽！居然召唤天雷将央城级诡异给劈死，这是什么级别的武道强者？难道是混元宗师？我得趁着死前立刻向总部求援，一定要让这尊武神来青城镇鬼。青城或许真的有救了。萧月虎在看完视频之后，突然虎目中热泪盈眶。他一直以为总部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从未出言求援，打算一人之力镇守青城，镇不住便死在这里与天同葬。可是如今，一个小小的视频却让他看到了无穷希望。这尊不知从何而来的混元宗师，如果真的能来青城，那么或许可以和这3只同样是央城级的诡异周旋一下，也说不定能杀死那么1-2只也有可能。想到这里，他越来越激动，立刻拨通了国安部部长刘乾的号码。此刻的叶家内，刘乾又试探着说道：“要是小友不愿意，我答应你。”没等刘乾说完，我便投过目光，面色淡然的轻轻颔首。刘乾一听，顿时整个人都激动得有些颤抖起来，眼神变得无比热切。太好了，这次龙夏有救了！刘乾几乎喜极而泣，声音都有些颤抖。这可是一尊能秒杀神境、灭杀央城级诡异的妖孽级强者呀！只要他愿意加入国安部共抗诡异，那么各大诡异战场的局势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龙夏将会一扫颓势。现在的世界已经今非昔比，一些弹丸小国早就在诡异的入侵下灭亡了。比如樱花国，原本就是一个海上小国，偏偏还爆发了最为严重的诡异之灾。诡异爆发不到1年，樱花国便饲养出一只霍国级的鬼王，直接吞吃了一国之人，将樱花彻底灭国。如今的樱花岛已经变成了一片世界禁地，霍国级、央城级、鬼王、鬼主层出不穷，互相吞吃，继续壮大。这也让所有人都在恐惧，这些互相吞噬的诡异，会不会有一天养出一只比霍国级要更强的鬼神，彻底毁灭整个世界？加入国安部可以，不过我也有几个条件。正当刘乾神思飘飞时，耳机突然又传来我的声音：“叶小友，条件尽管提，只要国安部能做到，一定尽可能满足。”刘乾立马点头说道，样子极其恳切，随后做出洗耳恭听的姿态：“自然是我的自由，国安部不能妨碍，大战场的诡异信息都可以给我，但是我去不去，什么时候去，是我的事。”刘乾二话不说，立马点头。第二点，我要国安部替我做一件事，那就是在我镇鬼时，要进行全网全平台实时直播。其实我答应加入国安部，就是为了这一点。我需要传播道家术法来获取信仰值，所以走全民直播是最好的方式，能在每一次诛杀诡异时获得最多的收益。凭借龙夏如今还剩下的几亿人口，说不定一场直播下来就能换一件道家神器。刘乾一听这个要求，觉得有些奇怪，但是并没有犹豫，也立刻答应下来。叶小友的要求，我回去便立刻着手办理，为您开通专属的全网账户，全平台必须播出。刘乾还对这个要求挺乐意的，他们国安部其实也很愿意将我镇杀诡异的视频发布出去。现在的龙夏人人自危，普通民众都很绝望，觉得在诡异入侵的战争中，龙夏败亡是必然的。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让他们看到以人类之躯真的能抗衡诡异，那么对于鼓舞民众士气也是很大的助力。那叶小友，需要我为你准备专门的跟随拍摄人员吗？我摇摇头，这个就不必了。在系统第2阶段任务开启时，还赠送了我一个万能拍摄器，可以360度无死角拍摄，完美展现道门术法的威能，实乃装 X 必备神器。目前就这2条，想到了我在家，如果都答应了，那就回去准备一下吧。各大诡异战场的资料发我，然后全网开通一下我的账号。我说完之后，便随意挥了挥手，朝大堂里走去。现在我准备处理一下那个上门退婚的猪头状未婚妻了，总不能一直让对方坐在尿液上吧，那多没礼貌啊！还是送回苏家，和他全家一起整整齐齐的去丰都度个假吧。正在这时，刘乾的手机震动了起来，看了一眼后了解是手下的求援信息。刘乾鼓起勇气，深深躬身道：“天尊大人，青城如今10万火急，3只央城级诡异即将联合起来攻我龙夏，守城使萧武神已经竭尽全力，但无力回天，所以刘乾斗胆请求天尊此刻便前往青城鬼域诛邪镇鬼。”这时却有另一道年轻身影从大堂中跨步而出：“让我去！”铿锵有力的声音从叶少龙口中传出，就算已经死过一次，他还是想要为守卫国土、镇压诡异出一份力。鼻涕龙刚才还在躺尸，现在又觉得自己行了。在他身后，另一道显得有些慵懒的声音传来，叶少龙的气势一下子稳了，有些无奈的扭过头：“你去个毛线！”我身着一袭道衣，再次于大堂门口出现。不过此时我旁边却悬着一个如同死猪般的女人。小孩子待在家里玩泥鳅就行了，这种事情还是让成年人来办吧。我已经19了。叶少龙顿时脸色羞红，鼓着腮帮子怒道：“小兔崽子已经长这么大了呀，那就勉为其难让你跟着吧，好好观摩一下你七哥杀鬼的1000种方法。”看着身旁的小表弟一脸敢怒不敢言的模样，我嘴角一撇，鄙视了他一眼，然后扭头望向刘乾道：“本尊答应了。”刘乾一听，悬着千斤巨石的心脏这才终于怦然坠地，他双眼有些发红的看着堂前站着的叶家兄弟，内心暗暗感慨：叶家无犬子啊。然而正在这时，我的声音再度传来：“不过此次前往青城，我还有一个要求。”说罢，我看了眼身旁如同死猪般悬于半空的苏嫣然，
那就是要让苏家所有武道强者全部一起前往青城。如若苏家上下有敢于怯战者，杀无赦。原本我想要自己解决掉苏家的，但是想想觉得对方好像也没怎么狠狠得罪我。苏嫣然退婚羞辱我是不假，但是现在尿裤子被悬在半空任人观赏，恐怕对他的伤害更大。当然这里的罪不至死仅仅是对于我而言，但对于整个龙夏而言，苏家早已有取死之道。他们就是龙夏对抗诡异的内部叛徒，明明坐拥一位神境宗师和数十位武道宗师，然而在诡异肆虐龙夏大地时，却龟缩不出任凭千万人惨死。这种武道世家有什么资格坐拥京城？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挥霍无度。我不是什么正义的使者，但是这种站在正义的制高点麾下屠刀的感觉真的很爽。既然是叶天尊的命令，想必苏家绝对不敢反抗。刘乾一句话算是默许了我的要求，然后他便递了一份资料到我面前。叶天尊，所有青城诡异全部的已知信息都在这里了。我随意的看了一眼便挥手道，行了，我知道了，你们赶紧去准备一下全网直播的事宜吧。这一次的正轨，本尊就要开播了。本尊现在去苏家抓人，抓完之后青城见吧。谨遵天尊口谕。正当国安部快马加鞭的行动起来时，网络上随着我诛杀诡异的视频被曝光，各大平台火热了起来。正当网友猜测纷纷时，国安部发布了一条公告，今天下午叶天尊将会前往青城诡异诛邪正轨，届时将会进行全网全平台直播。此时的苏家，苏嫣然正一脸绝望地跪在苏家门前，她的内心早已如同死灰一般，充斥着无穷无尽的懊悔。叶凡已经再也不是当初他认识的那个舔狗了，而是一个让他无比恐惧、无比颤抖的恶魔，居然要逼迫他们苏家所有人去青城诡异打头阵，否则便要灭了他们全族。就在刚刚，这个杀神已经一个响指，随即抹杀了半个苏家的人，请天尊住手啊！苏嫣然这个孽障真是死有余辜，您要杀要剐随意，但请求不要再逼我苏家了呀！苏家家主同样嚎啕大哭的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求饶，连他自己的亲生老爹都为了家族把他放弃了。两行悔恨无比的泪水从苏嫣然的眼角滚滚流淌。当初我那么舔他，要是他答应了我，如今他就是龙夏唯一一位天尊级强者的未婚妻。就算他干脆利落的拒绝，让对方彻底心灰意冷，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但他就是贱，喜欢别人疯狂舔自己的滋味，喜欢看对方像一条狗一样被自己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感觉，这让他很爽。然而曾经有多爽，现在就有多惨。现在的苏家便因为他一个人的缘故，要被抽调去青城诡域当马前卒。这时苏家唯一一位到达神境的老祖也惊闻变故，从闭关中冲了出来。他心中无比惊骇欲绝，到底是谁居然在他根本没有发觉的情况下，直接灭了苏家半族？这位小友，有话好好说，我是苏家神境老祖，你提什么要求，老夫都能答应。苏元闪电般来到苏家大门前，看到我的身影后瞳孔便是一缩。这个少年他居然一点都看不透，而我则是淡然的把自己的要求重复了一遍：叶家上下随我去青城镇鬼，否则杀无赦。另外一边的青城已经被黑红两色的浓重鬼域所覆盖，外界是朗朗白日，然而经过一层污浊的屏障，内部却飘飞着黑色的腐蚀之雨。萧月虎满目谨慎地站在大厦中央，看着左右两侧朝自己缓步走来的两道巨大身影。右边是一个朦胧婉约的红衣女子，撑着一把油纸伞，婀娜的身躯笼罩在一片血红色鬼域中。她与大厦齐平的身姿，带着某种乱人心魄的奇妙韵律，哼着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儿歌朝近处走来。左边则是一个更加魁梧高大的男人，头上戴着一层麻布遮住脸部，只留下眼部两个血洞，手中扛着一把40米的杀猪刀，裸露的肌肉上沾满黑色的血液，身下则是一张陈旧的黑色塑料围裙。两只央城级诡异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不约而同地朝萧月虎所在的大厦靠近而来。站在两尊诡异中央的渺小人影，被两大鬼王的鬼域挤在夹缝中，七窍之中都开始流血。你们果然还是联合了吗？萧月虎无力的声音在黑域中回荡，带着浓浓的疲惫。虽然他是当今龙夏唯一的神境后期宗师，但是在两尊央城级鬼王面前，不过是他们的玩物罢了。以前不想搭理自己，是因为他们互相不服，想要吞噬掉对方，而现在两大鬼王明显是要联合起来，先处理掉自己这个人类了。萧月虎暗叹一声，看来还是来不及了。这种情况明显是两大鬼王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先处理掉自己，然后去吞噬掉寄生在自己身上的那第3只还未成气候的鬼主，紧接着便是龙夏之灾。而此时在青城上空的空间一阵扭曲，一个隐形的拍摄仪从中出现，正是我从系统中得到的全能拍摄仪。这无比恐怖的一幕全部被拍了下来，然后同步传输到了各大直播平台。青城镇鬼的直播开始了，上亿网民此刻都紧盯着屏幕，刚看见画面出现就迫不及待地发起弹幕。卧槽，上来就是两大鬼王，中间那个人好像是国安部的第一强者萧月虎萧上将，但好像他状态有点不对。只见下一刻，在两大鬼主的鬼域侵蚀之下，萧月虎苦苦用自身气尽神念支撑的简易领域开始缩小，而后寸寸碎裂。随后只见他吐出一口污血，裸露的皮肤上开始迅速蔓延出诡异流动的纹路。萧上将看来早已经被诡异所侵蚀了，太恐怖了！神境后期武者居然挡不住央城级诡异的领域侵蚀。正当弹幕纷飞时，在青城战场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只见空间一阵扭曲，一个白发老者突然凭空出现，然后便急速朝着下方坠落。正是苏家老祖苏元，他内心惊骇无比。上一刻自己还在苏家门口，下一刻居然就直接被传送到了青城上空，这是什么级别的仙术？紧随其后，苏家剩下的所有人便如同下饺子一样从空中一呼啦坠落下来。
落入了倾城鬼域之中。不过下一刻，从在空中出现的另一道身影，马上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那少年一袭道衣，漫步于天空之上，看着惨叫坠落的苏家，众人一脸漠然。他是叶凡。我说怎么苏家来倾城了？原来是被胁迫来的呀。叶凡看来是要洗刷自己以前在苏嫣然身上遭受的耻辱吧。太好玩了，沸羊羊觉醒了，终于准备拳打美羊羊。只见苏家众人刚刚堕入两大鬼主构建的鬼域中，便个个惨叫出声，在黑羽的强大腐蚀之力下，很快便化为了一堆烂肉掉落在地面。唯有到达了神境的苏元勉强撑住了身躯，御空而行，想要逃跑。然而他还没逃出多远，我便淡然的在空中打了一个响指，啪的一声，苏元的身躯在天空之上直接爆开，化为一片碎尸。一个响指竟然把神境秒了，网友全都看呆了。这时天空中发生的这一幕也引起了下方两只鬼主的注意，他们抬头望向天空中那道素衣独立的身影，不由怒道：区区人类怎么敢站在无头顶？屠夫举起了手中40米的杀猪刀，上面蔓延着浓黑的死气，朝我一刀劈来。然而一抹金光却出现在我身旁，将这看似不可阻挡的鬼刀轻松挡下。屠夫有些惊讶，他并未感受到这个人类身上有任何武道强者的气息，但为何能够格挡他的攻击？下一刻，一股令他浑身战栗的强大气息从那道金光中发散开来，直直朝他射来。只见那道金光犹如一把利剑，直直穿过了屠夫的心脏，将其半边身体全部摧毁。你是谁？为什么身上会有这种恐怖气息？屠夫庞大的身体已经不由自主地站立起来，手中刀刃崩碎，躯体被金光骤打得接近溃散。我没有回答，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另一边的红衣鬼主，感受到天上少年的目光。原本咿咿呀呀唱着戏的红衣鬼主早就没了声，举起手中的油纸伞想要躲避，然而那道金光却已经朝他飞了过去，瞬息之间便化作一道金色神鞭，将他的油纸伞抽得只剩伞架。天尊饶命，奴家错了。红衣鬼主身上的红衣被金色匹链抽得不断冒烟，哎呀乱叫，不一会儿便体无完肤，跪在地上不断求饶。而直播间里的网友此刻已经彻底呆滞了，还能这么玩的？把女鬼当陀螺抽，这是人吗？随后信仰值增加的消息不停地响了起来，我嘴角露出一抹满意的微笑，果然还是直播来钱快啊！上亿人一起贡献信仰值，不比杀一只央城级诡异强多了。大厦楼顶被诡异不断侵蚀的萧月虎恢复了一点神智，潜伏在他体内即将进化为鬼王的星鬼，此刻居然颤抖的在他神念中和他交谈。你待无出倾城，无放你生路。萧月虎有些迷惑的睁开双眼，想要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竟然能让星鬼感到害怕，并且和他一个人类进行交易。然而当他看到两只鬼王此刻的遭遇时，眼睛便倏然瞪大。只见那一尊屠戮了上百万人的鬼王，此刻却被抽得红衣破碎，鬼力消散，气息越来越弱。他本以为对方能够稍微镇压一下两头鬼王，让他们别太过分就够了，但没想到对方上来就是完全的镇压，而且那样子根本不像是在认真战斗，仅仅是随意而为，就将两头鬼王料理得服服帖帖，并且让他身体里寄生的星鬼都吓得颤颤巍巍，再次潜伏了起来，还跟他谈起了条件。这位叶家的天尊到底是什么境界的强者？另外一边的我继续用金光咒抽着女鬼，一边控制自己的输出，不让他那么快死掉。没办法，抽得越带劲，我获得的信仰值就越多，脑袋里系统叮个不停。我害怕女鬼死得太快，影响自己赚取收益。随着我直播的热度冲上了各大平台榜1，更多网友也蜂拥而入，不一会儿就到了1亿多人，信仰值嘎嘎猛涨，平均1秒就涨1-2万。我表面不动声色，心里那叫个美滋滋。看来今天抽一件神器有望啊！系统，我当前信仰值多少？目前获得信仰值81223332，开播不到5分钟，直接刷了800多万信仰值，真是好鬼啊！再让我多抽一会儿。我脸上带着如沐春风的笑容，看着在我的金光咒抽打下，身上不断冒起黑雾的红衣鬼，而红衣女鬼此刻内心别提有多绝望了。咱们俩到底谁是鬼啊？红衣鬼感觉自己的本源鬼力在这神品金光咒的抽打下迅速溃散，自己估计马上就要烟消云散，不由得心里升起万丈悲哀。奴家到底找谁惹谁了？而看到这头女鬼的状态，我不由得眉头一皱，知道对方撑不了多久，这可不行，撑不住了我怎么赚信仰值？于是我停下了手上的抽打，一边想了想，想到了让他把旁边那个没用的鬼王给吃了，就能多撑一会儿了。于是又是伸手一挥，用金光咒裹着旁边奄奄一息的屠夫，送到了红衣女鬼的嘴边，给本尊吃了它，好好补补身子。我一道不容置喙的传音直接进入了红衣鬼的神念之中，而红衣鬼在听到天上那尊恶魔的命令后，不由得愣了愣，有些不明所以。对方不是准备抽死他吗？现在居然又把多年的死对头送到他嘴边喂给他吃，难道对方看自己哭得这么真诚，准备放自己一条生路？然而他又看到我望向自己的眼神中闪烁着的那种毫不掩饰的贪婪和渴望，娇躯顿时狠狠颤抖了一下。对方哪里是想放过他，明明是想喂肥了以后继续抽他的鬼魂，让他无比痛苦的死去啊！这个人类怎么比鬼还要恶毒啊？想当年红衣女鬼疯狂的渴望着能够吃掉屠夫，从此便能晋级中位鬼王，距离祸国及鬼皇更进一步。然而现在
他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奄奄一息的老对头，只觉得有一种兔死狐悲之感。大厦顶部的萧月虎看到这一幕，有些瞠目结舌，这是在干嘛？居然故意把一只鬼王的尸体给另一只吃掉。红衣鬼王开始进化了，马上就会进化到中品鬼王。叶大人，您就不怕玩脱了吗？萧月虎有些苦笑的喃喃自语，他这几个月耗尽心机来维持两尊鬼王之间的平衡，没想到却直接被这位天尊给打破。虽然见识到了我的恐怖实力，但是萧月虎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毕竟他被当作玩物般戏弄了几个月，心里难免会有些阴影存在。他担心真让红衣鬼王养足精神跑了怎么办？然而马上发生的一幕便彻底打碎了他心中的不安。只见我随意掐出一个法诀，手上的金光咒便化为了一道匹链，直接将快要进化完毕的红衣鬼牢牢捆绑起来。